下子孙同根一脉。今年4月，为了纪念妈祖诞辰1065周年，金门酒厂联手梅州妈祖祖庙，推出全球首批联名酒“富贵平安酿”。酒瓶的主体是庄严的妈祖像浮雕，融合了大海、帆船、祖庙的建筑细节等妈祖文化元素。大海的蓝，和平的金，寓意着两岸都祈愿的平安、富贵、和平。其实啊，金门高粱的血脉早在明朝就扎根台湾了。先民们用江苏洋河的酿酒秘籍，把红高粱当骨架，小麦曲做灵魂，再用木炭蒸馏这么一搞，嘿，最早的土法高粱酒就诞生了。那会儿没有什么大牌子，就是邻里街坊自家酿的私房酒，味道淳朴，暖着岛上的生活。转折发生在1951年，硝烟弥漫的金门岛上，来自陕西的国军驻守将领胡琏偶然品尝民间私酿，惊觉其清冽醇厚。当时将士们远离家乡，物资又匮乏，多需要点精神食粮啊。胡将军大手一挥，下了个超给力的命令：1斤高粱换1斤大米。岛上的战士和农民立马种起高粱。胡将军还在城南亲自督建了九龙江酒厂。这壶高粱酒啊，不仅成了军营中的暖心宝，更意外地让酒税成了支撑战地财政的摇钱树。后来，九龙江酒厂干脆改名叫金门酒厂。高粱从填肚子的粮食，直接升级成了液体黄金。高粱酒从私酿土酒到军营家酿，也成了金门经济的顶梁柱。酿酒的同时，炮弹可没消停。从1954年那场金门炮战打响，后来持续了整整21年。从最初的猛烈炮轰，到后来两岸的单打双不打阶段，无论环境如何艰难，金门高粱的酿造火种从未熄灭。将士们甚至把挖出来躲避炮击的军用隧道变成了天然的藏酒窖，因为里面又凉快又潮湿，完美复刻了顶级陈酿烈酒需要的冻藏环境。金门高粱慢慢就成了台湾人心头的白月光。所以大家知道现在每天要喝掉多少金门高粱吗？说出来吓你一跳，超过45000升，平均每10秒就有好几瓶被消灭。2004年，金门酒厂在厦门设立子公司，正式登陆。20多年来，金门高粱从在福建一带流行的高性价比伴手礼，已经升级成为两岸爱酒人士的文化符号，还多次被选作台湾正要出访大陆的官方礼品。2005年，连战、宋楚瑜、郁慕明等大佬访问大陆时，带去的伴手礼中都有金门高粱。2024年底，金门酒厂与大陆经销商签订44年合约，目标要在4年内创下13.5亿元销售额。随着分销网络深入各省，让海岛相行飘向更远方。金门的2大特产，分别是高粱酒以及一条根。这2项特产，如果能够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信物，我相信是再适合也不过了。因为目前双边已经实质通水，用两地的水酿成的金门高粱酒，用两岸的水种出的金门一条根，那不就是两岸共饮一壶酒，两岸同是一条根吗？喝好不喝醉，人生才够味。金门高粱，你要是来投广告，小编可是不会拒绝的哦。拢是你啦，害我掉伫这。恋恋金门，拢是有你，龙石金门高粱酒。